大家好，我是秋平。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样一句话：南方的才子，北方的将，陕西的黄土埋皇上。意思就是说，陕西这个土地上面有很多帝王陵，比较有名的就是秦汉唐时期的，你像秦始皇、汉武帝、刘邦、武则天、李世民等等。其中有一些我们已经去看过了。今天呢，也是来看一座陵墓，它的主人呢非常特殊，封建社会在他手上达到顶峰。不过可惜的就是鼎盛时期维持的时间很短，因为马上算是被他亲手毁掉了。那这位皇帝就是唐玄宗李隆基，在中国历史上非常出名的一位帝王啊。陕西省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玄宗泰陵，大家发现没有？在中国历史上，泰陵还是比较多的。玄宗是泰陵，清朝的雍正是泰陵，隋文帝也是泰陵。就是说，对中国做出一定贡献的人才会用泰陵，这个算是一个比较好的陵墓名字。那你像昭陵的话，这个又算是一个比较好的了。李世民是昭陵，皇太极是昭明。反正在中国历史上很有作为的皇帝，不光是他的谥号，他的陵墓名字啊，都算是比较不错的。因为在封建社会，谥号跟陵墓的名字也是有规定的，有一套流程，一套礼法。现在我们就来这一座陵墓看一看，它和唐朝其他陵墓一样，也是因山为陵。地宫呢，就是在远处那一座山上面，叫做金树山，海拔大概是700多米。唐玄宗的陵墓和他之前皇帝的陵墓有区别的，你像李世民的、武则天的，还有他的父亲的乔陵，感觉看起来都是气势恢宏，修建的非常好。而来到这一块的陵墓啊，感觉就比较寒酸。你像我们现在到那个地宫那里啊，其实是没多远，最多可能就是0.5公里。而你走其他的唐王朝陵墓啊，感觉就要走很久。特别是走他儿子唐建陵的陵墓啊，那个你可能都会有这样一种感受：望山跑死马，从神道入口到那个地宫有好几公里，走起来非常累，感觉是要翻山越岭一样的。而这一块呢，完全就明显不一样，这也是有原因的。等一下我们再细说。唐玄宗这个人大家非常熟悉的，因为有很多民间故事、影视剧都会演绎他的故事。不过大部分可能是讲的他和中国古代4大美女杨贵妃的故事，因为他们2个人的爱恨情仇，是不是？这主要是李隆基晚年的故事了，很多影视剧都会演绎呀。那么在中国历史上，一直有这样一种说法：唐王朝爆发了安史之乱，就是由于李隆基呢宠幸杨贵妃，经常不上朝而导致的。最后呢，爆发了一个马嵬坡之变。当时那些将军士兵都认为是杨贵妃和她的哥哥杨国忠导致唐王朝出现了这样巨大的危机，于是就有一个相当于是兵变，使得李隆基赐死了杨贵妃。在陕西咸阳兴平那里，现在还有马嵬坡的遗址，以及呢杨贵妃的墓也在那一个地方。你像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杨贵妃的墓。关于杨贵妃呢，还有一种传说：马嵬坡之变，杨贵妃没死，是被人秘密送往了日本。在前几年，还有日本人来到中国说杨贵妃是他们的祖先。唐玄宗李隆基这个人大家非常熟悉，可以说是一个家喻户晓的人物。他是公元685年出生，去世于公元762年，大概活了78岁，非常高寿啊！是唐高宗李治和武则天的孙子，唐睿宗李旦的第3子，故称李三郎，是唐朝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公元712年到公元756年，差不多当了45年的皇帝，在中国历史上排行也是前几位的。公元685年，李隆基呢是出生于东都洛阳，
主要是由于唐高宗时期还有李显时期，统治中心呢都是在洛阳，皇帝都在那里，那王公大臣也是在那一块。公元685年，李隆基的父亲呢当皇帝已经算是第2年，不过呢算是一个傀儡皇帝，权力呢全部是在武则天时期。李旦之前我们也介绍过他，也去看过他的墓。这个人呢非常聪明啊，也是非常低调。既然你武则天这个母亲想掌权力，想管理国家，我就全部交给你，我就安安稳稳的做一个傀儡也很好。在当时，李旦也可以这样说，他是不得已这样做，因为武则天掌权时期啊，对李家是进行严厉的打击。你像李显、李旦、李隆基，在武则天掌权的那个时候啊，生活的其实并不是太好。李显就不用说了，他当皇帝被废，后面呢又被贬到湖北那一块10多年的时间。李旦当皇帝后面也被废了。那么李隆基这个人呢，却是有点与众不同啊。我们经常说，一个人想要成功或者能不能成才，在小时候就能看得到了。李隆基呢，生性英明果断，多才多艺，善骑射，通音律。在公元687年，也就是我们常说的3岁的时候，就被封为楚王。不过呢，在他小时候可以这样说，也遭遇到很多困难。首先一点呢，就是他的母亲呢是被武则天下令赐死，然后他自己呢和其他的一些武则天的直系后代，算是被幽禁在皇宫一样的，就是一直在武则天身边。不过李隆基毕竟是属于武则天的直系孙子嘛，他身份还是比较高贵的，皇室的地位我可以给你，权力不会给你。在李隆基5岁的时候，他的父亲呢被武则天废除帝位，差不多是到了公元699年，李隆基呢才与他的兄弟啊算是被解除了幽禁，可以接触外面的事情了。从这个时候，李隆基开始就发展势力，特别是他看到武则天晚年有一个神龙政变，导致呢武则天退位，李显当上皇帝。这个时候他就明白军权的重要性，于是啊他就开始暗中结人才勇士，在皇帝的亲军中发展势力。武则天去世之后，李显呢尽管说是皇帝，但是懦弱无能，朝政大权慢慢落到了韦皇后和安乐公主之手。结果在公元710年，唐中宗被他的皇后和公主毒杀。这个时候那个韦皇后啊，她想学习武则天做第2个皇帝。这个时候静观其变的唐玄宗李隆基和太平公主呢发动政变，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唐隆政变。他们成功诛杀韦后集团，这样的话扶持了李旦登基为帝，这就是李旦第2次当上皇帝了。在李旦登上皇位的时候，李隆基和太平公主是立下了汗马功劳。这2个人呢又开始争夺权力，想争夺朝政的主导权。因为一直李旦嘛比较低调，他能力呢不是很强。那李旦呢，为了使他李唐江山能够持续下去，于是呢就禅位给李隆基。在这个时候呢，李隆基还先下手为强，发动了政变，刺死了太平公主，取得了唐王朝最高的统治权。李隆基在当皇帝的时候拨乱反正，任用姚崇等人为相，励精图治，开创了唐王朝的极盛时势，开元盛世，也使中国封建社会达到鼎盛时期。到这里，李隆基作为一个皇帝来讲是无可挑剔的，能力很强，使国家强盛。有人这样说，李隆基如果说在这个时候退位，甚至说去世，他在中国皇帝史上应该是可以排进前5。到了这里呢，就出现了中国皇帝一个老路，不知道是不是惯性啊，就是很多皇帝前半生非常努力，把国家治理得很好，那到了晚年呢就懈怠享受。李隆基也是如此，开始重用宦官，宠信奸臣，宠爱杨贵妃，加上政策失误和重用安禄山等胡人来稳定唐王朝的边疆，导致发生了长达8年的安史之乱。唐王朝呢
由盛转衰，并且呢，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也维持了很短的时间。在公元755年，安禄山呢发动叛乱，标志着安史之乱开始。在当时呢，安禄山可以说势如破竹，特别是李隆基还发了一些不着调的命令，最终呢是安禄山攻破潼关，直逼长安。李隆基这个时候呢就开始逃跑了。到达马嵬坡的时候，发生了兵变，杨贵妃、杨国忠都被杀。李隆基呢就继续逃跑去了四川，而他的太子李亨呢却是北上。最后呢是在公元756年的时候，李亨在灵武登基为帝，尊李隆基为太上皇。随即李亨呢就开始进行平乱。后面经过唐王朝大家一起努力呢，安史之乱慢慢的被平息下去。李隆基也是回到了长安，在当时他还想夺取皇位啊，最终失败了。在公元762年5月3日，他病逝于长安神农殿，终年78岁，庙号呢是玄宗，葬于泰陵。这是我们简单的介绍了一下李隆基的一生。现在继续来看一看这座陵墓上的东西。这一块开始是泰陵的石刻。首先我们看到的是石望柱，这个在唐朝陵墓是标配的。不过这个石望柱感觉怪怪的，上面没多少东西，感觉和武则天的以及他父亲的乔陵有点不一样。之前我们看他父亲乔陵的陵墓，那个华表是非常巨大的，大概达到13米，非常气派。而这里呢就相差很多了，并且这个华表石望柱上面好像雕刻也不是太多，不知道是风化了还是以前就没有。第二个石像大家应该都认识了，天马。不过这和乾陵一对照，真的是差别太大了，和他父亲对照也相差太多了。唐朝陵墓有一个分水岭，乔陵以及乔陵之前的陵墓都修建的比较好，雕刻精美，规模宏大。这主要是由于唐王朝那个时候属于上升，国力强大，而从这个泰陵开始呢就没那么精美了。由于经过安史之乱呢，唐朝的国力已经开始衰落了，就是相对来说没有那么多钱去修建陵墓了。像这个雕刻真的和乾陵、乔陵以及定陵一对比的话，差别老大了。这明显是有点粗糙的，而且规模也更小一点点。第三组石像大家非常熟悉了，就是鸵鸟。因为唐朝陵墓这些石刻基本上都是一样的，排序都是一样的。大家仔细看看这个鸵鸟，羽毛都看不到了。可能很多人会说风化了，那么就算再风化，上面羽毛的痕迹肯定是会有的。而这里没有的话，就证明它当时雕刻就比较粗糙。如果我们不说是鸵鸟，大家觉得会是什么？感觉是不是像鸭子一样，或者一只鹅在这里？从我们现在看到这三组石刻，都是算是一般，就证明那个时候财力确实是不行了。在过去的第四组石像是藏马人，一人一马，仔细看看是不是很矮小，就跟我们在清朝陵墓里面看到那些石像生一样。正常来讲，这个藏马人应该是很高的，而这里却不是，理由跟刚才说的一样。再往前一点，就来到了陵墓的私人区域，我们来看一看。第一眼望去，大家看出什么区别来没有？在这里呢，明显是文官的雕塑。在他之前的陵墓，我们看武则天的，还有乔陵，包括李显的陵墓，发现了他两边的石人呢，全部是武将，都是10个人。而在这里呢，就体现出区别了。他一边是文臣，一边呢是武将，都是10个人，就把之前的改了。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呢？我们之前讲过啊，在唐朝初期算是开疆拓土的阶段，那个武将呢非常关键，文官呢是后面统筹，那打天下就需要武将。那么那些都是开创君主，就在陵墓前全部弄的是武将，我猜想的是这样的。而到了唐玄宗李隆时期，大唐呢已经算是比较正轨了，文武并重，甚至说文官的
地位啊、权力可能都更大一点。因为在李隆基时期出现了很多有名的宰相，你像姚崇、张九龄，后面呢还有李林甫等等，这些人呢都算是有名的，辅佐李隆基处理政务。那么在那个时期，可能呢就是设置了文武，这是一种说法呀。还有一种说法呢，是这个文武呢是由唐代宗那个设立的。这座陵墓是唐玄宗亲自选址的，在他那个时期就开始建造。不过呢，他那个时期没有建成。如果是在他手上全部建成的话，这座陵墓就不会是我们今天看的这个样子。因为整体看这些石刻都是比较寒酸。如果是在他手上这些已经建起来的话，那肯定石刻呢是又高大又精美。这主要是爆发了安史之乱，他这个陵墓就停止修建了。我们以前也说过啊，唐朝的陵墓两边设置文武的话，是从唐建宁开始，就是唐玄宗李隆基的儿子开始。而这里也是文武，有这样一种说法：当时唐玄宗经过马嵬坡之变，继续西逃，后面李亨嘛，在灵武登基，相当于也是发动了政变一样的。李隆基呢就变成太上皇了，由李亨主持平叛。后面唐王朝收复两京之后，也把李隆基接回了长安。这个时候呢，李隆基还做腰子，他想重新夺权，重新统治这个大唐帝国，结果他失败了，被李亨呢囚禁起来了。这个时候李隆基呢也是心情不好，郁郁不得志嘛，很快就病死了。结果13天之后，李亨也去世。那这个时候是由李煜继承皇位，就是唐代宗。那大唐一下子2位帝王去世了，那陵墓肯定是要修建的。泰陵呢已经修建了一部分，继续修建就行。那唐建陵肯定是还没有修建，那么就要从头开始。那作为唐代宗来讲，就把他父亲的陵墓李亨修建的是规模宏大。我之前去过唐建陵一次，从那个神道起点到地宫那里是非常远的，有几公里。他那个石刻呀，也建造的富丽堂皇，很高大。而这里修建的这么差，这个是为什么呢？2个原因。一个呢，就是经过安史之乱之后，大唐的国力啊没有那么强，同时修建2座帝王陵是有点困难，那就必须有取舍，把谁修建的好一点，谁修建的差一点，这是一种说法。还有一点呢，唐代宗和李亨2个人呢，从小其实受到那个李隆基的打压，跟李隆基的关系其实也是一般。作为唐代宗来讲，让他在李隆基和李亨2个人里面选，他肯定会选李亨嘛，一个是他父亲。你如果说李亨当时没有发动政变，当上皇帝，唐代宗肯定也是没有希望的。于是呢，他就决定把他父亲的陵墓修得好一点，这是一种原因。还有一种呢，就是说李隆基把唐王朝推向了深渊，爆发了一个安史之乱。而李亨呢，是作为继位者呢，他算是收复两京，局势趋于稳定。当时整个唐王朝的上层都知道，平定安史之乱是一个时间问题，那么肯定觉得他的功劳很大，于是呢，就把李亨的陵墓修建得非常好，并且呢，在他陵墓2边呢，设置了文武石像生、文武石人，然后就把李隆基的陵墓呢修建相对来说就投入没有那么大，这也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它的石刻非常寒酸的原因，以及呢设置文武的原因，大概是这样。神道的尽头是南门，也是我们常说的朱雀门。整个这一座陵墓，它也是跟乾陵一样仿照长安城来修建的，有4个门呢。它分为外城、内城和皇城。那么这一块呢，进去就是核心的地方了，地宫就在不远处。这边的狮子，一只嘴巴是闭着的，一只是张开的。整体来讲，这个狮子也是比较小，小归小啊，雕刻的工艺还是不错的。
可以看到它这个肌肉线条还是挺好的，到现在都仍然看得出来。来到关中18陵，你只要看它的那个石刻，就能够大概得出唐王朝处于什么阶段。越强盛的时候，石刻越大，雕刻越精美。现在准备就去这个山上看一看地宫入口啊！我来之前看了一下资料，它这边的地宫入口是裸露在外的，能够看得清清楚楚。唐王朝的陵墓很多的地宫入口啊，都能看到，都裸露在外。你像他父亲的，还有武则天的那一块是有标记，包括其他的一些都是如此。不过就是李世民的那个地宫入口啊，只知道一个大概的范围，没有看出痕迹。之前我们看李世民的地宫入口、武则天的地宫入口，都是说在东南方向，而这座泰陵的地宫入口呢，确实不一样，它刚好是在中轴线上面，也就我们经常说的正南方向。这个和之前的陵墓有所区别。地宫入口还挺高的，在半山腰，应该是在这一个位置。我们得爬上去，可能得需要一段时间。那前面也是有一个墓碑的，这个墓碑挺有意思的。这一块碑也是陕西巡抚毕沅所立的，陕西的帝王陵基本都是啊。主要来看看上面的字，唐元宗泰陵。我们一直都说是唐玄宗，这里怎么会是唐元宗呢？这主要是由于他们是为了避讳康熙玄烨的名字才改的，所以在清朝就把它弄成唐元宗了。前面就是上山的路，估计到地宫那里还有几百米的距离。看起来这个山不是太高啊，这只是我们肉眼看。其实你要爬上去的话，可能还是需要一段时间，可能要半个多小时吧。毕竟我包里面背了很多东西，无人机、电池还有水，估计呢有10多斤重。加上今天天气也比较热，有37度了。我现在已经来到了半山腰，这里明显是有很多石头的。它的墓道口就在中间这个位置，就在前方那里。我们现在走上去，走上来确实是有点累。这一块到处都是石头啊。一般因山为陵的陵墓啊，它都会选择石山，这样才安全一点。墓道口就在前面的灌木丛中。唐朝的陵墓很多墓道口啊都有灌木丛，你像乔陵的，还有定陵的都是如此。这样就看得比较清楚了。在地宫入口全部是石头，刚好这一块呢有一个缺口，我们直接走进去看一看，看一下保存下来的墓道口到底是什么样子的。这里有条小路，就证明经常会有人来这里参观。唐关中18陵每一座陵墓啊，时不时都有人来看。这个灌木丛里面有很多刺，大家来看的话就一定要小心。这里就是墓道口了，大家仔细看看，明显的看得出来是有人工开凿的痕迹，特别是这个墙壁上面有一束一束的，看得清清楚楚。从这里下去呢，就能够进入地宫。当然，现在肯定是不能进去了。那么这个地宫有没有被盗呢？其实很好理解，这个地宫我们现在看到有这么明显的痕迹，那么基本上是肯定被盗了。在五代史温韬传中记载，唐关中18陵除了乾陵没有被盗，其他都盗掘过了。那现在经过考证呢，唐昭陵和唐乔陵也没有被盗，不过呢，唐泰陵却是被盗了。这个不光是五代史温韬传记载被盗了，而且在北宋时期，也就是公元973年，宋太祖赵匡胤呢下令修缮泰陵，修葺泰陵。当时那个时候地宫呢是敞开的，是在修葺的过程中，把唐玄宗的遗骸穿着法服和常服一套重新安葬。那在这里就证明当时地宫肯定是被盗了，并且唐玄宗的棺椁也被打开了。可以这样说，当时盗墓贼还是非常可恨的。在收拾好地宫之后，就重新把地宫入口封闭进行封土。从此之后呢，唐泰陵的地宫也就没有开启。整个关中18陵被盗的陵墓全是北宋时期进行回填的，也算是为了保护嘛。毕竟在封建社会，一个正统王朝，它基本上都不会去破坏前朝的陵墓，只会说进行一些保护。当然，元朝是例外啊。
有些人可能会问呢，杨贵妃有没有葬在这个里面？没有啊。那整个唐玄宗的陵墓我们就看完了。总体而言，就是这座陵墓也算是唐朝陵墓的一个分界线。在它之前的，不管从规模、石刻来讲，都是唐朝大成之作。而从它开始呢，就慢慢的越来越寒山，可以说都是他造成的。要不然也不会出现说李隆基这个人，如果他早10年去世的话，就是一个完美的皇帝。那这个视频我们就到这里了，非常感谢大家，我们下个视频再见。